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内娱资本为何独宠肖战？撕开零风险标签，9部大男主才是底气。流量艺人里，真要较真演技的，肖战这例子挺扎眼的。我觉得吧，他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，不是粉丝老爱说的帅顶流，而是这人一头扎进舞台和影视，中间没跑偏。这在内娱现在这个乱糟糟的环境里，还挺稀罕的。说实话，我头一次认真注意他，是在舞台上，不是《陈情令》。那会儿看春晚，他唱《最美的夜》那一波，我当时心里犯嘀咕，这不就是又一个被资本吹上来的流量小生吗？结果后面看他话剧《如梦之梦》的现场片段，整个人一站在台上，那种稳定度和沉浸感，跟不少正剧出身的老艺术家一块对戏也不怵。这会儿我才意识到，嗨，这哥们儿不太一样。很多人现在聊肖战，都爱用一个新词“零风险艺人”，而这仨字在行业里是很贵的。你想啊，这2年平台、资方、广告主全都被吓怕了，谁也不想自个儿刚投的钱名上热搜变翻车教材。而肖战这一路，从新力、正午阳光、春雨到柠檬，这4家头部公司轮番押宝他当大男主，这在业内等于在他脑门上盖了一个大红章，这人扛得住。说到底，流量艺人跟实力派之间，中间隔着一条特别宽的鸿沟。粉丝老爱说，以后他会证明自己，可这以后，很多人等不到，就扑腾下去了。而肖战走得比较狠，他不是说以后给你们看，而是直接用作品把那条线一点点踩过去。9部大男主，8大题材，角色无重复，这账一算，其实已经不是流量试水，而是硬生生干成了一个多题材段位的演员配置。我就纳闷了，内娱这几年最缺啥？真不是流量。你打开短视频软件，随手一刷，长得好看会跳舞的年轻人一大把，而真正能让平台、资方敢把一个大项目交给他扛的，反倒是稀缺资源。头部影视公司压作品，选大男主，现在全是安全优先。你看柠檬敢把《十日终烟》这种无限流悬疑题材压在他身上，而且还给了唯一领衔主演的位置，这胆子哪来的？靠粉丝打头是给不出来的。《陈情令》那会儿，很多人只看到了顶流诞生，没看明白另一个点，魏无羡这种角色，按老路数演，很容易演成油腻放飞版古装小公子。而他那种吊儿郎当里带一点狠劲儿，又带点少年感，挺微妙的。后来我专门翻了几家权威媒体的评论，有说他完成度超出预期，也有说在同龄演员中表现突出。说白了，就是业内也承认这回他没糟蹋。而诛仙的张小凡是另一种难度，2000万的小成本，最后干出4个多亿票房。当时不少专业报道都提到，这波属于典型的小成本逆袭案例。你要说票房全靠情怀，那也不现实，观众现在也不傻，烂片真撑不起来。张小凡这个人设，从怂到硬，从懵懂到坚定，特别考验一个演员的成长线把握。肖战的处理其实很传统，老老实实演人物，不玩花活，这招说白了挺笨，但在大荧幕上特别好使。话说回来，最让我改观的是他在军旅和现实题材里的表现。很多流量一演军旅，整个人就变成穿军装的流量，举手投足都是精修照味儿。而肖战演军旅角色那段，我注意到他有个细节，站姿和跑步姿势变得特别难看。这难看是褒义，就是不再是为镜头好看，而是贴近真实的士兵状态。这种舍弃帅的勇气，在流量圈里真不算多见。再到《如梦之梦》这类超长话剧，
他一上来演的还是医生，台词量巨大，整场8小时。舞台这地方没滤镜，没补拍，演砸了就真砸了。知情人士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有些人拍影视可以混过去，话剧舞台一站，立刻见真章，而他愿意一遍遍排。跟剧场团队默戏，这个选择本身就挺反常识的。照一般流量的路子，这时间拿去拍3档综艺，划得来多了。《沧海传》更有意思，这个角色偏谋士、隐忍、克制，心里藏着事儿。按以往偶像剧那套演法，很容易演成高智商帅哥，结果他在里面把那股暗流给按住了。不急不躁，这点从一些专业剧评和媒体报道里也能看出来。电视剧登陆190个国家播出，还有视帝加持，这些都不是粉丝自封出来的标签，而是行业一个个投票投出来的结果。说点残酷的，内娱过去这些年被流量裹挟的不轻，很多资本一看谁粉丝多，就往上堆资源，指望带货。结果呢，项目扑街，口碑崩盘，连带着相关品牌都跟着翻白眼。而现在，平台更愿意压那种综合风险低的演员，肖战的零风险标签。其实不是啥事都不干净身，而是说他不乱讲话，不乱接糊弄项目，不乱立人设，也不乱蹭热点。这对当下的商业环境太重要了。而他打破的还有一个特别隐性的壁垒，同质化。你看他9个大男主，古装仙侠、玄幻、军旅、年代、权谋、现实、奇幻、悬疑，全都踩一遍。而且角色气质不重样，大部分流量是这样，一火了某个形象，就开始疯狂复刻，生怕观众认不出他。而他反而反着来，每次出现都换一个脸，网友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巨抛脸。这个词听着挺轻松，实际上是对演员塑造能力的肯定。十日中烟这个项目本身就挺挑观众的，无限流加悬疑，本来就容易被骂晦涩或者故弄玄虚。柠檬这家公司过去拍都市剧挺有一套，这次玩这种题材压力很大，而他们偏偏找他当唯一领衔，还主动在宣传里打出旗下这个角色的复杂性，这就是一种下注。相信这人能把普通观众拉到这种题材里来。平台预订数现在已经压到60多万，未播先热。这个热度如果落不到正片质量上，很容易掉口碑。而他在这儿其实是被捆在一起的。我觉得吧，不少人总爱把流量和实力硬掰成2个阵营，仿佛天生对立。可现实是，流量只是一个阶段性标签，实力才是能不能走长远的关键。肖战的路子挺典型，一开始靠流量打开大门，后面一步步用多题材、多角色去换行业信任。4大头部公司轮番合作，他也没有固化在某一个圈层，而是在正剧、商业片、舞台剧之间来回跑。这种跨圈能力在当下演员群体里不算多，而从观众角度讲，他这一路也算是给很多年轻艺人提了个醒，别总拿观众偏见挡箭牌。观众嘴上嫌弃流量，可真碰上演得好的，也一点不吝惜夸。你看权威媒体对他的报道里，提最多的就是用作品说话，突破流量刻板印象这一类。这不是文案夸大，而是综合了收视、口碑、奖项、平台态度之后的一个共识。说实话，我看多了那些昙花一现的流量小生，今天一个代言，明天一个综艺，2年之后连名字都叫不出来。而肖战这一挂的还真有点逆行意味，不频繁上综艺，不乱接乱七八糟的通告，选戏慢得要命，粉丝有时候都急了，天天催他多接点，而他偏不急，像胡同口有那种老字号，慢火炖菜，出锅晚一点，至少不糊。当然，
话说回来，他也不是毫无争议。过去那场大型舆论风波，连权威媒体都下场呼吁理性追星，一度不少人觉得他可能就此被行业按下暂停键。但后来你看，正午、春雨、柠檬这些公司依然愿意把大男主给他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业内评估过风险和价值之后得出的结论是，这人值得再压一次。而他也算争气，没有拿新的翻车去打自己的脸。站在一个老媒体人的角度，我对他的期待不在于再火多少年，而是希望他能把这条流量向实力跨过去的路踩得更实一点，让后来者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样本，顶着流量光环起步。不等于你就得永远躺在流量池子里蹭温水，你完全可以像他这样，一脚流量，一脚实力，慢慢把重心挪过来。有人问我，肖战算不算行业标杆？这词有点大，我一般不爱随便用。可客观说，在当下这个阶段，他确实成了很多人口中那个罕见的全能型演员的案例。4大头部公司，大男主项目，9个爆款，8大题材，0重复角色，这一串数据摆那儿呢。而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，是他在舞台上、片场里一次次磨出来的肌肉记忆。至于未来吗？我挺好奇他会不会再挑战一些更极端的角色，比如完全反类型的反派，或者更冷门的艺术片。到那时候，这条流量与实力的分界线，可能在他这儿就彻底模糊了。咱老话说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他现在名气这么大，走一步看3步也正常。而观众嘛，就老老实实等作品，不追着人设跑，这才算双向成全。